克风已经开起来了。然后这边你试着按一下，现在可以开始。好。各位学员好，今天我接着上次的那个加盟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一个解说。我这是许家华许律师，我是普泰智慧产权有限公司跟普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那我这边的话，我本身就是走智慧财产权专利背景，然后本身也有做不少的商标、著作权相关智慧财产权案件。那也有处理过一些有关于加盟的这个合约或者是一些公平会的检举事项。那我们这一次是分成2个阶段嘛，就是分成上跟下。那上的部分，我们上次好像讲到有关于公平会的这个对于加盟业主的处理原则的部分嘛。那我们快速的先把简报跳到我们上次讲的部分。上次讲已经是快要2个月前。那我们当时有提到说，加盟总部对于加盟店应该揭露的资讯，基本上如果你觉得记这个很复杂的话，基本上就是只要涉及是费用的部分，100%尽量要写。如果你是总部的话，就是各种形式只要会产生加盟主的这个费用的部分，就是要把它写进去，就是要揭露出来。那揭露出来之后，要给人家一段时间去评估，包含在那个签订合约之前，都需要一些时间啦。所以这边就有举例，就是说，你可能在10日前，在签约之前就要跟人家讲，签约前就要跟人家讲，那签约以后也要给人家一些犹豫的时间。这个部分算是加盟，公平会对于这个加盟总部特别的要求，因为他会希望说这个纠纷和那个风险评估能够尽量正确。不然有一些加盟主他可能是碍于个人的那个经营能力可能还没有到，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会有一些那个经营的成果不是很满意的情况，可能会归咎于加盟总部。那要怎么去厘清这一块？加盟总部要怎么去厘清这一块？最简单就是你要把相关经营的所需的成本都摊提，告诉各位说，那个要来加盟的人，你的那个所需要准备的银弹有多少，那贷款有多少，然后会找哪些供应商，然后我本身可以给你做哪些智慧财产权的授权。那智慧财产权的授权有的时候不在加盟总部身上，可能是在负责人身上，或是加盟总部的股东身上，这些都是要揭露清楚的。因为它会有一些除了费用之外，它会有一些经营风险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是加盟店它可能以为它有得到一些加盟的授权合约，可是其实他们使用这个商标可能是跟既有的商标是有冲突，或是没有取得授权的，或者是有可能会被撤销的。那这种情境上面，你是加盟店，虽然是相信加盟总部去设立公司，去设立那个相关经营据点，你是有可能会被在先的这个商标权利人去要求撤销，或者是改变，甚至是诉讼要求改名，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加盟业主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当你加盟业主可能还不太习惯收加盟店的时候，他可能会容易漏掉这一块啦。那我之前也是有碰到有一些加盟业主，他可能在一开始在收那个加盟店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注意到商标注册这一块，他可能是先收了加盟店签了合约拿到钱以后，才觉得说这个商标好像是蛮重要的，我们还应该去注册一下。结果发现说那个智慧局就说你这个商标跟别人的蛮像的，可能是不会过。那你这样子已经签了约，你可能就会有违约风险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个加盟店都愿意配合你去改。那也许他刚好资金周转不灵，或者是他有一些想法改变了，那你去改那个合约，可能就会成为对方加盟店要去终止的事由，然后甚至是协商解约退款，这个都会造成你日后的那个困扰，因为毕竟你一开始在加盟店应该要揭露这个相关资讯里面，可能就讲不够清楚，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后面被行政裁罚的那个基础事实。那加上就是有些要退活，有些要退出这个加盟关系的加盟店，他们可能本身彼此都知道嘛，因为你毕竟是要去公布一些相关的商圈，或者是一些供应商，甚至他们本来就是朋友，那他们有一些资讯是可以串联起来的。所以当你加盟总部实力还不够雄厚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加盟店联合起来扳倒，
然后整个集体解约，那你的那个加盟王国有可能一夕之间就毁于一旦。所以我们这边有提到这个相关的加盟店这些开店成本的列举跟估算，毕竟加盟总部一定是有实际上经营过，而且成效不错，才有办法去吸引加盟店嘛。那你总不能说我其实对于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概念，这个在现实上面是不太能够被主管机关所接受的。那后面的这个授权相关所需的这个资料啊、营业额啊，有时候是因为你们才刚开始没有多久，或是该地区并没有实际上的加盟店，那你这个部分当然是如实写，就是还没有嘛，就是只要诚实，基本上是比较不会被苛责。那比较会被苛责当然是碰轰，就是为了招揽所谓的加盟合约，因为你可以收到加盟金，那你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问题。当然有时候那个加盟金有人会，因为可能是走摊贩类型的这个加盟形态，他也许就会说免加盟金，因为他根本就是希望你跟他订货，就是你的加盟金有点是变相在那个订货部分已经付掉了，他等于是用权利金灌在那个订货那个货源里面啦，因为他很有自信，他的那个产品可以直接就是，比如说是炸鸡或是一些相关的盐酥鸡，它是可以照他的那个东西做，是很容易上手的。那他其实就是在卖那个相关的这个原物料供应而已。那他当然可能在加盟金的部分就可以好谈，甚至是他可以帮你媒合一些，他有一下退出加盟体系就会有一些摊位，那个摊位可能就直接去顶，也许都是可行的。那至于那个顶让与否，就是看你那个加盟总部的要求啦，因为有时候并不是你要顶，加盟总部就会答应。就跟各位如果有去那个健身房，就知道，一开始可能兴冲冲的想要买，觉得说，哦，这个好便宜哦，这个订了1年，这样我应该就会变得很壮很健美，然后如果你每天要去，当然是便宜啊，可是这前提事实是没有办法建立的啊，就是我也是有家人，就是买了以后过了半年，发现说只有去2次，这样只是变成一次单价就变成超贵的。那在这个地方也会是一种类似的情况，也是会有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各位要去做一些评估，要去做一些评估。那我们这边的这个智慧财产权，上次好像有稍微讲过了啦，会比较有关的就是营业秘密跟商标，在加盟体系比较常见的是这个营业秘密跟商标，因为一般我觉得比较常碰到就是食品业的加盟是比较常见或是被问的。那食品业的话，如果你本身加盟总部自己就有工厂，那你那个加盟店其实只是在处理门市面对消费者的问题而已，你其实是不会碰到所谓的生产制程，大部分是这样子。可是你没有办法去确保说，因为有时候你加盟店做得不错的时候，加盟总部有可能他的人才在征集上面有可能会询问你要不要同时担任总部的一些职位嘛，所以之前我们在讲那个加盟关系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不是就是只有加盟的关系啊，你可能同时是股东，总部的股东，然后或者是你是借钱给总部的债权人，然后你也是提供技术资源给总部的人，技术顾问，你就是并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加盟关系而已，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实务上会碰到的困难，因为当你是债权人的时候，你会想要跟总部讨钱，可是因为你同时又是股东，就会有点尴尬，就是你讨钱也许它就倒掉了，倒掉的话，你的股东，你的那个股份不是就变成废纸了，又没有人要买，这样不是有点尴尬吗？所以有时候总部为了让你这个股东就是为了避免血本无归，就会跟你借钱，然后当然你投入越多，反而你就越不好意思让他倒，那这个时候总部当然提出各种改善计划，你都会只能接受啊，因为我去做一些那个像是那个调解委员的时候，有时候会问到一些加盟关系的投资纠纷。那我说是觉得那个投资关系其实已经有点不对等了，就是明明一开始你是借钱给人家，可能借了500-600万，但是因为钱已经借出去了，很怕血本无归，因为银行的债权永远都比你前面，然后你又觉得你那500-600万又执行不到，可能只拿到50万100万，所以对方可能会跟你提出一些其他的条件，就是说不然你跟我配合做一些，比如说购买机台，然后再转租给我。那其实你也知道说这是在分散加盟总部的一些资金压力啦，然后你也会觉得怪怪的，就是因为我刚刚听到那个案例也是觉得很好玩，明明你一开始借钱给别人，最后
对方又还不出钱来，反而又提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你跟我买机台，我再跟你租机台。我想说这好迂回哦，为什么我要跟你买机台，然后再租给你机台？那你会不直接还我钱？但他就真的是没钱啊，所以只能提出这一些说法。那有时候你不愿意接受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压了500-600万在人家身上，你只能赌赌看对方会成功。可是有时候只是你原本还有机会告他诈欺，可是因为你来调解了，然后我们来跟你讲利害关系，你都已经很清楚了，那你还是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你都已经愿意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和解了，那你后面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说人家诈欺啊，因为人家有跟你说清楚，然后也和解了，检察官、地检署也知道了，那你后面再另外再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检察官认为说，你已经和解了，为什么又在告？是不是有诬告的问题？也许你本来没事变有事。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个人在风险评估上面的做法啦。那我这边智慧财产权比较常碰到的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营业秘密，一个是商标。那营业秘密不是一般的加盟主会碰到的，就是有可能同时担任加盟总部的要职的董事，或者是厂长，或者是职员，才有办法去碰到。那你这个商标的话，就是会牵扯到一些授权的关系。那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不是很有规模的加盟总部的合约，常常就在商标那边有漏啦。它可能只是泛的写一些商标的这个 logo 文字或是图案，可是它没有标示商标的注册号。基本上它没有标示注册号的话，极有可能就是还没有注册，或是它还在申请中，它就会有一些不一定会核准的风险。已经注册的商标都有可能会被撤销了，更何况是还没申请商标的情景。然后其二就是它的那个商标所有人写的不是很清楚，就是你可以去智慧局，后面可能会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智慧局是可以做一些商标检索的，你可能要打一下那个商标的那个特许的那个名称文字，或者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公司本人，看看那个商标是不是真的放在那个名下。因为有时候公司虽然写说要签加盟合约，然后写一个商标的号码，但是结果打进去那个商标也不在公司的名下，不在签加盟合约的公司的名下，而是在负责人的名下。那你这样子公司去签一个不在自己名下的商标，会不会有授权关系的成立呢？就会有是一个争议。如果负责人还是同时商标权人的情境下，是有机会被推定为这个商标授权是成立的。可是你的经营风险，你是加盟店的经营风险就会被绑在负责人是不是还是负责人的情况，因为负责人是不是负责人是股东决定的，不是你加盟店决定的啊。那如果负责人因为种种事由为了别的问题而跑路，别的问题而跑，不一定是这一家加盟总部，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也许是吸金，也许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跑路了，或是他被股东会逐出去，那你的加盟授权的那个来源就会失所复利嘛，甚至是离开的负责人会去告你们，或是跟你们终止那个商标授权。可是你的商标授权是跟你的加盟合约是跟公司签的，那你这样就会有一个地方违约，那你就要去终止。可是终止的话，也要有对方赔偿啊。这个东西就是在所有的加盟店都会发生一样问题，要去挤兑那个加盟金退还的时候，也许加盟总部就这样倒了。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这边的这个资料是可以各位参考一下，这个有关于商标的部分比较常见。这个是后面那个保护的实现，各位也是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个部分的著作权归属，上次是不是也有讲过了？那我就不特别再讲了。智慧财产概念的共有这个部分好像也讲过了吧？应该是讲过嘛？很棒。这个部分基本上我这个智慧财产权授权，我都是用不动产的概念去理解啦，就是一楼是假设是自己自用，就是房东自用。2楼是出租用，3楼用。那你如果把它换算成是一个加盟店的那个经营方式，你把1楼自用的情境想成是台北市，然后2楼出租的情况想成是台中市，然后3楼桌游俱乐部是高雄或是台南区域的授权，你会发现说在自用的情况下，你就是那个区域的主要针对智慧财产权的所有人，所以只要在现场那边有发生一些，比如说侵害商标的情境，
房东就是自己可以去主张所谓的商标侵害，去把对方赶走，或者专利侵害去把对方赶走。那如果今天是台中已经把它做一个专属的这个加盟，把它切出去给某个模甲去做一个独家的商标的这个加盟的话，基本上台中区就只会有理论上就只有一家，或是经过那一个模甲所同意的第二家、第三家，它那个区块就等于是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事业体，包含加盟总部可能都不能在那边设直营店，具体就是看你加盟契约要怎么定嘛。那这种情况就很像是房客他有了这个房东的这个房屋的承租的这个范围内，如果发生一些窃盗或者是一些东西遗失的话，基本上房客可以主动以原告的地位去告这个小偷，就是一些仿品的贩卖者或是盗用商标的这个侵权者。好，这就是出租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专属授权。那刚才最上面这个桌游俱乐部是一般比较常见的加盟类型，就是每个被加盟的参与加盟的这个加盟店，它都只能遵守游戏规则，它没有办法用那个游戏规则去叫别的加盟店离开这个市场。所以如果今天台南、高雄有3-4家，透过房东同意的情况下，有3-4家的加盟店是可以在高雄或是台南经营的，好，这3-4家加盟店。那如果今天有一家加盟店违反了这个加盟合约的规则的话，其他的比如说乙、丙、丁3家店好了，那乙违约了，那丁没有办法依照加盟合约去叫乙，就是纠正他的行为，或者是如果他违约的话，要请他逐出市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乙、丙、丁都是被商标权人，也就是加盟总部同意在这个台南、高雄这个市场去经营的。他是被同意可以经营，但是他并没有去排除他人在同样市场经营的情境。那有一种情境是说，你在加盟合约里面会有商圈的那个保障权，就是有一些加盟店在关心的就是说，我的商圈保障的范围到底到哪？因为你总不会希望说同样类型的这个加盟店在隔壁或是隔一条街就又开一家吧。比如说你开了便利商店好了 ，7， 那你已经顶了那个加盟店，结果总公司在隔了一条街的地方就立刻又开一家直营店，那在那边的人可能至少楼上楼下很近，他们就不会跑来你这个店去做消费，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那个服务的使用，你的那个商业的收益就会受影响嘛。至少在加盟合约的范围内是应该被保障的，所以这个商圈的那个保障权是常常在签署这个加盟合约的时候会被要求说清楚的。那当然合约都会定期限嘛，也许是5年、8年、10年，10年到了以后，他可不可以重新再划定商圈？这是可以的。所以当你是加盟总部，你一开始还在发展这个加盟品牌的时候，你当然就是每个地方有点有人愿意加盟，都当然是 OK 嘛，因为你会收授权金，你会增加这个供应的商品的那个量，你就可以量到一个程度，你就可以设中央工厂嘛。因为如果你是做吃的，你有中央工厂的话，可以统一出货。那也许你的工厂设在台中，那你北中南在出货的时候就都比较顾得到。那这个部分就会涉及到你在整个总部在成本运用上面要怎么样去处理。好，那刚才回过头来再讲那个俱乐部的情况，就是在说每个俱乐部的会员都可以使用这个区块，得到一些他想要的会员的权益，可是他不能够依据这个会员的规则或者权益去驱逐违反俱乐部规则的人，他一定要报请所谓的房东去要求房东就违反规则的人逐出市场。那当然这部分可能强制力不够强，但是你一定是可以享有会员权利的，这就是非专属授权。所以你从他的那个权利强弱，你可以发现说，自用就是自己直营，完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商标权人的权益是最完整的。那专属授权的话，看它具体里面的内容，它会有相当于是自用，就是商标权人地位在那个区块跟时间内会有类似那个地位，可以去主张它的商标权。最明显就是他可以上法院去提告啦，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有些商标是国外，就是外国公司在台湾注册商标，然后他授权台湾有一个代理商或是一个比较管理的机构可以去招收所谓的加盟店，那他可能就是居于商标专属被授权人的地位去做这个经营，商标不一定要注册在他名下，因为外国公司在做跨国的这个
加盟经营的时候，不一定会接受说那个商标整个挂在被你那个引进那个加盟这个服务关系底下那个公司，因为它可能股东成分结构或是那个组成它没有那么可以接受，就会全部都抓在国外公司里。那台湾公司如果可以谈到专属授权，然后有一段期间的话，它就是会具有相当于商标权人的地位，你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打击盗版。那我当然之前也有碰到，就是说他可能去做一些医疗器材的这个代理，那日本的原厂就是一开始就是把商标抓在他身上，他也不愿意给他专属授权，因为有时候日本人他比较不想要在台湾引起一些额外的诉讼，或是他不想要让在台湾的这个专属的这个经销代理商取得接近他的地位，那你这个条件没有谈到之后，就会发生说，那你其实没有办法用商标法去告这个直接从日本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取得这个商品贩卖的人。当然有人会说，我如果直接从日本进口所谓的比如说一些医疗器材，这样不能在台湾卖吗？如果他是从日本原厂的话进口来台湾，然后也申报它是医疗器材，如果他可能不会违反商标法，可是他可能会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因为医疗器材它本身是需要许可证的，这个部分就会比较细啦，就是会涉及到说，你加盟的到底是哪一个产业，这就不是单纯商标法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是加盟业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有些医疗器材厂商他固然没有得到国外的这个专属授权，可是因为医疗器材本身是特殊许可的，需要有许可证才能够输入，那直接去国外原厂买，它铁定是不会有合法的，大部分是不会为了单独的几次交易去特别去弄一个许可证的，所以它可能反而会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这是另外一块，不是用商标法去处理的。那我这边知识产权授权观念会特别写一个共有，是因为共有的处理跟一般的这个授权会比较不一样。授权一般是讲说，我们两个可能非亲非故，然后我有商标权要请你去做一些事情，我必须要授权给你，我要同意你去使用。可是共有它先天比较像是内部人，就是你们其实是被类似像是合伙关系底下去使用这个商标的，合伙是合伙，商标的共有是商标的共有，可是它的性质会依据你们到底是一个合伙还是继承，就是遗产继承的那个关系，大概是这两大关系会去探讨说，你的共有范围到底是可以怎么用，比如说共有人之一可能另外再开一家类似的商标的加盟商，那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开了，就不用经过其他的共有人的同意？那如果共有人同意的话，要过2/3的墙就可以决议怎么使用规则吗？那剩的1/3如果就要接受拘束吗？就会因为你原本的合伙关系或是一些共同共有的继承关系，甚至是你取得这个合伙或者是继承关系前的使用状态，也会被纳入考虑，所以共有会更复杂。那我现在讲的这个商标智慧财产权的这个授权观念，基本上是指两个人非亲非故，商标权人要去对外去做一些授权跟同意使用的时候才需要去考虑的。那上次我也不太确定有没有讲，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的，再提醒各位一次。那这个开店的营运成本，上次应该是有提到的，就是营运前会有所谓的会产生的费用嘛。那大家最常吵的就是加盟金跟权利金这两块啦。加盟金就是一次性，就是付一次，理论上是付一次就没了。那加盟金可以退吗？如果你已经签约了，然后你已经有一些教育训练了，基本上加盟金退基本上是几乎不可能，所以有人要退加盟金就是有点难。那加盟金有时候会收很高，是因为他把一些装潢工程费什么都用加盟金的名义直接把它报进去啦，直接都把它报进去啦。所以之前就有碰到有一些加盟店，他后来想要就是已经履行了一段时间，可能过了1年，但是他后来就觉得说，营运没有之前想象中的那么好，可是因为他又过了1年，也没有在刚签约那个时候好讲嘛，因为你过1年才觉得营运不好，那其他店都营运的不错啊，就只有你的店不好，是商圈的问题还是经营者的问题，这个有点难厘清嘛。那法院可能就会询问说，那加盟总部有什么造成你需要违约，觉得要解约的部分吗？
那有些加盟店就会说，因为之前加盟总部有一些不当的两岸言论发言，或者什么导致这样去丢鸡蛋，或者怎么样造成营运的困扰。可是问题是这个部分可能没有拟到合约里，然后又会有点抽象，而且具体上不是每个店都有这个问题嘛，它不是像说你的食品里面有那个检测不合格，含有农药，然后这个东西造成社会恐慌，这么明显的这个证据资料的话，基本上你有签约说我要加盟，然后付了钱，然后他要跟你做一些教育训练，这笔加盟金基本上是无法退，那后面的教育训练费也都是基本上都一次性，而且都会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付掉了，那营运后这个权利金比较像是有点像是类似像是租金的概念，只是那个租金不是场地的租金，是智慧财产权的租金。那它也许是按月给，也许是按季给、按年给都有可能，甚至是就直接包在那个采购的那个商品进货的那个钱里面。因为其实对于那个总部来讲，它的名义叫权利金还是叫进货那个钱，有时候还要去解释，有点蛮麻烦，也许就把它摊掉。那你营运做的比较好的，进货比较多，也许就会间接就是缴比较多的权利金啊。那你这个缴权利金是不是合理，就要看这个规则是不是一体大家都适用。如果这个规则讲得很清楚，营业额或者一些相关的那个一些评比都是 OK 的，大家条件是对等的，就不会有公平交易法违反的问题。后面会再提到那个不正竞争的事情。然后营运后这些经营指导跟行销推广费用，是因为有时候加盟店多了以后，会有一些推广的方式嘛，比如说脸书，比如说 LINE 对口，还是每个分店也可以做自己的行销，那就会影响到说，你加盟关系的强弱。你加盟关系越强的情况下，你的那个行销推广的这个紧密度就会越高。各个分店、各个加盟店越不能够做自己独有店家的行销，那甚至是个别的加盟店，他可能会去做一些独自的行销所需要的照片、摄影的东西，也会拍到 logo。那这个资料照片可不可以同时给总店或是其他的分店使用？因为分店有时候既是合作又是竞争的关系。比如说你在台北可能有5家或者是8家分店，那如果你推广的是一些比如说商品的兑换券，那你兑换券当然会希望说，我这样有8个点可以取货。那有时候上班的地方可能在内湖，但是住家是住在中山区。那你也许在中山区买，也许在内湖区买，可是你在换货的时候，可能两边都有可能买嘛。那又有时候会有那个商品可能卖完了，那你又想要，或是你要送给朋友，那你中间会有一些兑换，怎么样分摊这个营运成本，还有这个奖金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需要协商的地方。所以这个行销推广费用有的时候是营运后才会开始发生的。比如说为了如果你是卖玩具的，也许儿童节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嘛。那你特别活动都是总部去行销推广，也不是不行啊，但是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他一定会用各种名目去跟你收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金。那你有没有办法去拒绝参与这个行销推广，就会跟你的那个合约会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是不能拒绝的行销费用产生，都是要讲清楚的，然后还有一些原物料跟商品费用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啊，总部他是想要赚那个原物料的那个供应的那个钱，可是你会发现说，我有替代的原物料商品，而且品质也不错，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总部买？甚至是说分店就是加盟店，有时候会发现说，我都是卖那个玩具，我也不一定要当他的那个只卖我加盟的那一个总部的玩具啊，我也有其他可以合作的品牌嘛，那我可不可以也卖一些其他品牌的玩具？那当然就会涉及说你对外的那个品牌形象是不是容许你这样子去做，因为商标授权有的时候会让消费者认识这个商标的时候，你那个加盟店卖了一些不是这个店才有的，这个总部才有的东西，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认识，以为会有合作或者其他异业结盟的关系，造成混淆？这就会是总部在意的事情，但有的总部可能不在意啦。那你的加盟的体系就是属于比较松散的，各位就可以看比较前面简报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些费用是不是应该付给加盟业相关的那个指定的人的这个费用？
那上次好像是差不多是讲到这个地方嘛，这边就算是一个总结。装潢工程有的时候是业主指定说你一定要找哪一个包商去做啦，因为有些设计图可能那个包商都有，那他就是让他们去做，那这个也算是广义上面间接会产生的费用，也是要尽量写清楚，或是你至少要把指定的厂商写清楚。那你怎么样把费用写清楚？也就是按平至少多少钱，你可以写个概括嘛，就是最多多少钱，因为你写至少好像是至少会花到这个钱，但是最多不知道会花到多少，但是你至少有写出来，会比完全都没有好啦，会比完全都没有好啦。然后其他加盟经营关系的限制等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条件？